Wake up！ 今天任务是棉花堡。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棉堡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，白色石灰岩阶地是由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形成，就像一座巨大的棉花堡垒。让我们来亲眼见证吧。来到土耳其最后一个景点棉花堡，这个景点我真的是冲着完美打卡拍照而来的，因为其实这个景点啊距离其他城市都有点远，所以我是在安塔利亚报名了旅行团，然后当天来回还有包含接送，然后还有午餐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，Let's go！ 抵达啦，这边超多车的。买完票进来之后呢，我们要先来希拉波里斯，还没有去棉堡哦，它是位在棉堡上面的一个古城市，建立于西元前差不多1、2世纪。That means 2,200 years before. So after that, 100 years after, the kingdom of Pergamon, I told you that they were living near to Izmir. So after that, they came here. They built this city. 当时罗马时期啊，这边算是一个很兴盛的地方。然后像这个 gymnasium 是当时的学校吧，就在这边授课啊，然后讲解一些数学，反正一些有关知识都在这边授课。这古城范围也很大，从我们刚进来那个门到另外一边的城墙，差不多8公里长。跟去西代古城一样，地上都是这些遗迹。最期待的部分要来了，我要踏进来棉堡的水池了。然后啊，这边因为是世界遗产的关系，要保护这个石头，所以你这边一定要脱鞋子，但是还是要小心走，因为脱鞋子之后超刺的。我要踏进来了，冰冰的。哦吼，你看，好啦，各位，我踏在棉花堡上了。哦天哪，我跑了这么远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。下面还是可以看到石灰牛奶浴的感觉，你看得到吗？完美照就是在这里了，但是那一区算是在保护范围内嘛，就没有开放，我们只能从远远的拍照。不过这样看起来还是超美的。这应该是全世界唯2或唯3有这样地形的地方哎，难怪被列为世界遗产，真的很特别。那这是什么形成的呢？应该是当时候发生地震，然后地底下的地热水就流出来，然后里面包含钙，然后就跟水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冷却之后就形成这样的石块岩石。这边有个小溪流吗？我们再来下一池。啊，这是青苔，很滑。我今天一样是一个人来，所以没有人帮我拍照，请多截图。我多录影一点。你们这样看，是不是直接是无边际泳池？然后一层一层下去，无边际泳池流下来的水。这小池的钙吗？很多耶，你看。其实我觉得踩在岩石上面的感觉蛮舒服的，有的地方很平坦，就走起来很舒服。然后有些地方呢，就是像健康步道这样。然后你们可以注意观察它的纹路形成的时候的节理。前面还有好长哦，全部都变成泥了吗？这个，还有好多池哦。继续走，看着后面一整片，前面的水是温的耶。我一直站在水池里面，感觉没有在动，但是我的脚一直在动，我的脚一直在搓地底下的那个泥，很舒服耶。快要走到尽头了，哇，走下来更美耶。这边人相对少很多，然后后面一整片更壮观。只不过今天天空不作美，天气都阴阴的。有人在拍专业的照片。后面这段真的很漂亮，一定要走来这边，因为人不多，然后又好拍照，然后整个大景拍起来也很好看。好啦，我们要爬坡回去了。走回去，现在起风，然后又在下雨。今天天气真的是没有很好，
我看后面的风景，就打雷了。后面的风景，那些水啊，有一些是温的，有一些是冰的。走到温的时候就觉得好舒服哦。走在这上面也都要小心，因为旁边就掉下去了。你看啦，好多人都在拍完美照。你们看这个风，超大。回来人很多的地方了，但是现在真的风很大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小泡一下的话，可以把脚放在这边，因为这个水是温暖的，可以稍微体验一下脚疗的感觉。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眼，最经典的湛蓝的棉花堡，这水池颜色真的超美的。结束棉花堡喽，要跟他说再见喽。希望下次如果再来的话，有人可以跟我一起来，然后帮我拍照。好啦，我们上去吧。如果刚刚那边棉花堡你们觉得太多人，没有好好泡到温泉的感觉的话，带你们来个地方。当然就是这边Cleopatra的温泉，你可以再付$8或$8，或是120还130里拉进来这边泡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水温大概36度，就可以好好享受水疗的感觉。因为以前的人啊，就是来这边想要养生，所以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这里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酷的历史故事哦。那时候7世纪的时候，因为地震发生，所以地下的泉水就涌出来，然后原本在这边的柱子啊，就整个倒下去。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水里面还有柱子的痕迹，然后就是形成一个天然的水池。我们现在爬上来更上面的地方，我们要去看它的 theater。到啦，来到这个古代剧场了。我觉得这个啊，比昨天去那个 Aspendos 还要大吗？或是还要高的感觉？因为后面可以看到整个风景，就感觉更广阔。但是实际上这边好像是比 Aspendos 还要小一点。这个剧场啊，在当时差不多可以容纳1万多人，然后是整个城镇的10%人口，所以代表这边的人口有大概10万人哎。但这边的完整性啊，就没有像 Aspendos 一样这么高，像舞台那边后面其实几乎都毁掉了。然后后面还有教堂，再来想象一下，我们看完剧，然后走出来，然后前面整片风景，哎，你看，再看到每个村落，就你家在哪里都看得蛮清楚的。其实这样看起来，这个希拉波里斯这个城啊，就跟昨天去的西大有点像，都是一整个社区的感觉，然后所有生活圈都是围绕在这个古城里面，只不过这边的范围又更大了。出这个城墙了，然后这城墙啊是在西元5世纪的时候才建的，因为当时罗马时期的时候其实都蛮安全的，然后是到后来有外族入侵啊，所以才把这座墙建起来。出来要回停车场了，整个 Pamukkale 的行程差不多这样结束，然后我们在里面待了差不多3个小时。但跟旅游团的好处就是这样，你什么都不用规划，什么都不用动脑，就是跟着走就对了。但坏处就是时间很有限，你要真的挑你要去的地方，然后好好利用时间。像我刚刚那个 museum 还有 Cleopatra 的泳池我就没有去泡，所以就是要择一，然后先想好你要去哪里。来吃饭，好饿哦！哇，感觉还不错哎。最后一站来看石头。反正就是给你介绍一下石头，然后就是购物行程啦。车程实在是太长了，然后来休息站休息一下。搭巴士回来，结束一整天的棉花堡行程。我从早上5点出门，到现在已经8点了，才回来我朋友家。但是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个世界遗产，真的超漂亮。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跟团嘛，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享受泡澡，那就把遗憾留给下次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去荷兰咯，下次见 ，This is Life， 拜拜。我在阿姆斯特丹了，这边就是红灯区，尝试荷兰的在地传统小吃吗？叫做荷兰的杯盖饼，我要尝试这边的文化了。我们的旅程要开始了，我们这选的是